下车。韶华，你是想毁了我吧？我只是想……我不管你想什么，是，我们曾经是有约定，但是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情，我是没有等你。但我不欠你的。但你亏欠了你自己。我现在已经嫁人了，我有我自己的新的生活了。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我没有想要强迫你跟我走，我只想鼓励你继续往前走。夏二爷，你今天约我来，不是为了谈生意，是吧？是为了韶华？是，请你还韶华自由。什么？让我带韶华走。大帅，干嘛？我让他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。我们陈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，但是我依然可以给他体面的生活。我这辈子都不会让他饿着累着。可这是韶华想要的吗？你跟她生活了这么些日子，你了解她吗？你觉得她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吗？你家的院墙能关得住她吗？那如果我说我想要离开这里，我想去看看那边的世界呢？陈先生，如果你真的爱韶华，就放她走吧。他们想杀了你，知道吗？够了！你们在这吵来打去的，把我当什么了？当一个物件吗？我不需要谁放我走，如果我想走，谁也拦不住。我也不需要谁救我，我想堕落还是上进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我自己的人生，我自己做主。这是干什么？穷家附录。我知道，我给你添置的这些首饰你不稀罕，还是带着吧。万一一路上这个手头紧，可以卖了换点钱。大顺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性子太傲，太要强。夏家不比陈家，高门大户，人多眼杂。你到处去了之后，你千万要收敛些许，不必处处掐劲儿，凡事占个上风。韶华，你虽然是个女子，但是刚烈起来，很多男人的比不过。老话说得好，知刚则易折，知柔则无损。这个夫妻之道呢，要阴阳互补，刚柔并济。到时候你跟夏初成亲之后呢，适当之时还是要婉转忍让。陈大顺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夏初说了，他在两路口等你呢。我没有说要跟他走呀。明天一早，我送你去两路口。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想撵我走，对吧？就算是吧。难道你不想跟他走吗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就是多想，最终你都不会走，因为你觉得那样做，你肯定会觉得对不起我。我其实也可以把你留在我身边，但是那样做又有什么意思呢？韶华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
自己配不上你。别胡说！你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女孩，聪明、能干、勇敢。而我呢，却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男人。大顺儿，这十里八乡的，谁不知道是我高攀了你？他们那些人，就只是看到了谁家有钱，谁家没钱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无价之宝。如果不是韶中出事情，我根本够不着你。其实，你跟夏初才是真正的般配。不是这样的，大顺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应该是我，你应该嫁给他，但我却娶了你。是我不好。你已经很好了，老华，真的，以我的资质，能跟你朝夕相处这么一段日子，已经是老天爷的恩赐了。所以呢，我不能再贪了。大顺儿，少华，我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多天的开心。我唯一能回报你的就是把你撵走，给你自由。你是知情知性之人，我估摸着那个夏初也是激进的性子。你们俩都是干大事的人，但是难免会惹祸上身，所以你该拉你就得拉他，你不能事事一直都往前，知道吗？大顺儿，大顺儿，大顺儿，开门呐！大顺儿，大白天的你关着门干嘛呀？也不说话。大顺儿，这别出点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这干嘛？哎，这冻坏了，娘，那是不是喝多了呀？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？大哥，娘，兴许是中邪了。你才中邪了你！哎呀，你嫂子呢？我没看见。怎么回事啊？老爷，爹，这大顺儿在屋里门也不开，大白天的，你说你怎么叫他也不吱个声儿。大顺，大顺，老大家的也没在，去给我找把斧子。哎，会不会出事儿把他给那？嫂子回来了。嫂子上哪儿去了？这手里拎的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手里头。离开，还是留下来？我说了算。少华，给你。你不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？我自己会去的。我相信，有那么一天，我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去，就算这过程苦一点、累一点、漫长一点，都没关系。
一路顺风。少华，让我下来，让我下来！我不怕，我开心，我开心。爹和娘都看着呢。怎么了？我是不是把你撞晕了？啊，没事吧？有吗？我有娃了！爹，我有娃了，有娃了，我有娃了，有娃了，我有娃了，有了，爹，有了，哎呀，有了。北京城喽！哇，这儿楼好高啊！这儿的路真宽啊！哎，这是什么人？这，哎呦，洋人，这就是洋人啊！洋人是要打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把你抓了，给你煮了吃了。吃了。娘，哎，这个院子可是没以前那么大哈，但是甭管怎么说，总算是咱们在北京城安了家了。哎，这规矩呢，一条也不能少。老大家的，你给我听清楚了。嫂子，您听着呢。第一条，你们两个人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能随便走出这个院子，哪怕是一步。第二条，就算是我同意了，你们也不能一个人出去，怎么的都得有人陪着。娘，你放心，就算你让我一个人出门，我都不会去的。第三条，没有我的同意，不能跟外人说话，哪怕是一句。第四条，外人来咱们家，你们两个人在屋里面待着。第五条，两个人有活抢着干，老爷到点儿他要吃饭。这糖醋味啊，你就记住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。这1勺料酒，2勺酱油，3勺糖，4勺醋，5勺水。1勺料酒，2勺什么来着？ 2勺酱油。哎呀，我这脑子，没事儿，到时候啊，我给你写下来啊。我不识字儿。
那我就多教你几遍。哎，我给你画一个吧。嫂子，你对我真好。哎，你过来，我教你怎么和面。行。那2个大洋你全再加点面粉。对呀，就这点面，我自个儿还贴了几个铜板呢。老二哎，2个大洋那是要过1个月的。哎呦喂，你说那是老家，这儿可是北京城，那什么玩意儿都贵呀。说了不好听的，你出去喝口凉水，人家管你要钱呢。真是。你是不是拿着钱你去干别的事儿？绝对没有。一定有。你要是不相信我啊，就别让我去，我也不管了。下次你自己去。我自己去我就自己去，我跟你跟我说，菜市场怎么去？娘，我可就只说一回啊。出门左拐出胡同，往东，走个几十步再左拐，穿过史家胡同，你见一路口啊，走西南那个口，再走个几十步，绕过了一个大水坑，奔北走2步就到了。娘，您要的去菜市场路线图，我可给你画好了。你搁那儿吧。好的。你看我这块料，要是做香囊啊，你说是不是有点素呢？哎，娘，您瞅您问这人，我哪有什么眼光，哪有您眼光好啊？哎，我把茶水给您续上啊。可惜了这块料呢。娘，来喝茶，茶烫啊。哎呦，哎呀，娘，对不起，我这手一滑就。我说过你多少回，你说你像我们这种大户人家的媳妇儿吗？你整天你毛毛草草的，你瞧瞧我这裙子，我今天我刚换上的呀。这娘，要不您先去换件新的，把这件脱下来，我今晚上给您拿去洗了，等明儿干了熨好了给你再送回来。可给我抽起来啊！哎，你说你真是的你。我也没想到，真是，我真没想到，确实是没想到呀，竟然没想到呀。这怎么还没开饭啊？娘还没回来呢。这都几点了？要不你先吃吧，你吃完了赶紧给爹和大顺送饭去。嫂子，你这手是仙女的手吧？这饼可太香了。今天啊是弟妹的手艺。啊？嫂子教的。那不还是嫂子好？对了，老二，咱的店铺离这儿远吗？不远啊，驸马街。这娘上哪儿来了呀？买菜去了。什么时候出了门？天不亮就走了。那也该回来了呀。菜市场离这儿不到3里地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娘不会被洋人抓走煮了吃了吧？要吃也先吃你。哎呀，哎呀，这算是到家了。哎呀，到家了啊！来人呐！哎呦，老二，我的娘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哎呦，二顺呐，你差点看不见你娘了。哎呀，你杵着干嘛呀？给娘打个热毛巾来呀！哎呦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这才给你俩耳光子，你给我画的是什么图啊？家到菜市场的图啊？什么图？我照着他那图走，我是越走越偏呢，我是越走越远，我是越走我越看不见人影啊！我说这走的我都心惊胆战了，我想该拐弯了。我说妈呀，来了一个洋鬼子，还跟我说话呢。洋人是会吃人的。是啊，给我吓的呀！我就撒腿我就跑啊，跑的我鞋掉了我都不知道。我就使劲我跟你说，我就朝那有人的地方跑。
我后来碰上一个人，那个人跟我说，你走的这个方向完全都是反的。哟，那娘您这是走哪儿去了呀？我哪知道啊？你怎么回来的呀？废话，我记得咱们这个胡同名呢，我就这么着，幸亏我记得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这么着，一路我就这么回来的，累死我了，快！娘，您可真受罪了。是啊，累死我了。二顺呐，都赖你，自己走反了，赖我。你故意把那个图画反了，他故意让我找不着那菜市场。把那图拿出来看看。那图跑丢了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。这你这能赖上我吗？这是。好了，老二，娘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他就是笨。你吃好了没有啊？要吃好了，赶紧给爹他们送饭去。还没去送饭呢，你磨蹭什么呢？你爹等着这顿饭呢。这不等您呢吗？快去吧，你爹等着你这饭呢。别杵那儿去，把我那烟袋给我拿来，我想抽一口。哎，来，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二顺啊，他是故意的，他就想让我找不着那菜市场。那么这个家呢，只有他一个人能去菜市场买菜，这样的话，他就能每天贪我2块大洋。老二，不会吧？你不知道吗？头几年他在药铺上帮忙，就是因为账目不清楚，那手脚不干净，那老爷才把他给打发回去，让他反省。我跟你说这干嘛呀？哎呀，娘，那明天还是您去买菜吗？你是觉得我今天还被惊吓的不够啊？哦，那还是老二去吧。不行，再富有的家庭也禁不住他这么办。唉，可咱家这现在存的米面油，也就够今天这1天的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要不，明儿个我去试试，我买。你不能去买菜去，你不在家，这家里的这饭谁做？这家务谁干呐？弟妹可以呀。他做那饭多难吃，你咽得下去啊？娘，您可不知道，弟妹现在做饭手艺不差，今儿二顺还夸她来着呢。是的，娘，嫂子把她绝活都交给我了，我可以的。哎呀，娘，按理说呢，娶了2个媳妇儿回家，您正应该享清福，不是？娘，要不明儿就让我去试试，如果我不行，咱再想别的办法。那成，明天你去试试。那些公馆里的太太和小姐们都指明要这个滚边呢，都跟着咱们学呢。那下次去寿德记做衣服的时候，得让他们少点工钱。有道理。大顺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娘说让我买菜，我就说顺路来看看你。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呢？老二跟我说了一个驸马街，我就一路寻着找到这儿来了。你说你啊，身上都有了还到处走，你不累吗？我不累啊。哎，
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是报纸。报纸。嗯，做什么用的？做什么用的？啊，这个用处可大了。你看，这一版呢都是一些大事，谁上台了啊，哪儿打仗了。这一版呢就是评论这些大事的是是非非，分析的可清楚了。这边呢就是什么卖货呀、租房的广告了。这个又是什么呀？这个叫钢笔。钢笔。嗯，也能写字吗？能啊。我听说啊，你只要会这个毛笔，就会用钢笔，你还可以带在身上随处走。可惜呢，就是我也没用过这个。真有意思。哎，这些成药用的都是什么方剂啊？都是老祖宗传下那些。你们，哦不，我们陈记药铺没有自己的方剂吗？我们陈记药铺就是这方面吃亏，没有属于自己的独家成药，所以这个生意呢一直不上不下的。爹就为这事儿犯愁呢。陈掌柜，我的蜜丸治好了吗？哎，治好了，周先生，您稍等一下，我给你取去啊。啊，好。周先生您好。啊，您好。一共是4.2块，您给4块就行。哎，谢谢您。您客气。若是府上还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吩咐。哎，周先生，您要的蜜丸，这个燥气已经去尽了，请放心使用。哎呦，您费心了。周先生，气虚搭配上面这个，血虚搭配下面这个。若气血两虚啊，2个一起服用就行。记住了。您太太这人可真好，又给我推荐了几样搭配蜜丸的好东西。应当的。哎，走了。嗯，您慢走。慢走啊，周先生。你这么厉害吗？就这么会儿功夫，你把这几样最贵的补品给卖出去了？对啊，你怎么做到的呀？我就是问他为什么要定制蜜丸，他说家里人身体不舒服。我说这些蜜丸只能治标，若是搭配上那几样的话，不光是能治本，还能够事半功倍，1年进补的钱还省下来不少。他这一算账就都买了。韶华，你可太会做生意了。这些都是我爷爷教给我的。真的，你真的很厉害。你知道吗？就这几样补品，我们一直都没卖出去。我跟爹啊，都打算把这个亏钱甩卖了。哎，那我这么厉害，你要不就让我天天来药铺来帮忙？这不行，为什么？我不想你太辛苦了。我不辛苦的。这药铺忙起来的时候，你可连水都喝不上哦。可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这北京城里没有几家药铺是用女伙计的。人家报纸上都写了，现在银行都有女司账了，为什么药铺就不能用女伙计呢？大水儿，你看，如果我能天天来药铺帮忙的话，咱们俩就能同进同出了。这倒也是哈。对呀，而且你能天天见到我，这样不好吗？好啊，那当然好了。那你就答应我吧。答应你没用，得爹同意才行啊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才回来？你爷哪儿急了？你说你头几天我就说过你要有个大家媳妇儿的样子。这刚说你几天，你说你又犯这毛病。娘，我回来晚了。这是今儿个找回来的零钱。这才隔1天，你买这么多菜，这北京城就都这么便宜了？娘，这个也给分地方。二顺说的那个地方啊，确实是太贵了。我就问了问别人，询了别处，
这路程远了1倍，但是价格呢，也便宜了至少1半呢，所以我就回来晚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知道回来就成。没怎么吃，你就吃啊！辛苦了，可能吃不下去，没胃口。娘，你们吃吧，我先回去了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哎呦，没有，没事。你是不是病了？没事，没有。娘啊，这太累了，可能这2天。这前段时间还好好的呢，怎么这2天累成这样啊？这2天爹不在，我一个人看那个药铺。之前订的那个生药也到货了，有的需要这个浸泡，有的需要水洗，有的需要这个研磨切片。哎呀，这前堂我还得看着，能不累吗？就这样，那批生药我才弄了1小半呢。你瞧瞧，这些活都让你一个人，不是有俩伙计吗？哎呀，别提了呀，一个说家里有事儿，一个说生病了。二顺儿，你这么着，明天你到药铺上啊，你把那批生药你给它规整出来。娘，我这咳嗽好几天了，刚瞧完大夫，他让我别出汗，也别着凉。大夫这么说的？回头把那药给我熬了。娘，我也先说啊，我可不行，我现在这怀着身孕呢，不能太累。这你们都帮不上忙呢，你就要看着大顺儿给活累死啊？其实娘啊，这就是多花点钱的事儿，再雇俩人就行了。哎，说的轻巧啊，那钱从哪儿来呀？娘，没事儿。那个爹可能半个月就回来了，我估摸着我这个身体呢还能再坚持半个月。半个月你不得？哎呀，你明天你去药铺上去帮忙。娘，不用，你就让韶华在家待着吧，歇着他的啊。那怎么行啊？那么多活儿呀！这万一他闪着腰了，那我不可太心疼了。还有那么娇气呀？哎呦，我当初我怀大顺的时候，我都快生了，你奶奶还让我下地里去干活呢。哎呀，就这么定了啊！明天你去。哎，再吃1口啊，大顺你得多吃2口。哎呀，哎呦，别演啦，都没人看了。没人看就行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来，哎呀，你是不是又想吐啊？哎呦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？前2天我看你老是想吐，吃不下什么东西，我就托人啊去汪逢春先生那求了个方子，用最好的白术、干姜、半夏、橘红还有厚朴，给你做了一个经方制呕的香囊。好多了吧？这是你自己缝的吧？对，我缝的。看这针脚就知道。是不是缝的有点差呀？大顺儿，谢谢你啊。我给你带吧。没事，我自己带。谢啥呀？少华，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大顺儿，咱们再做一批这样的香囊吧。你看，这样不光是那些孕吐，还有舟车劳顿啊、中了暑热的人都能受用。你说你都这个样子，你还在想怎么去挣钱，你就不能好好休息休息吗？我这是为了造福于民。行，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
你认识药材吗？我想学。好，那爷爷就教你从认识药材开始。掌柜的，你好。这位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跑了好多家药铺，都说这个方子没法配，您看看，您家能配吗？您稍坐片刻。哎，大顺儿，有一个客人来配药，他这个上面有一味药，特定的是要云南麝香，咱们这儿有吗？云南麝香太贵了，20大洋一钱，店没进。我们只有那个四川麝香。哦，你问问客人四川麝香行不行？如果不行的话，你就请他去别的药铺看看呗。啊。哦，好。先生，您贵姓啊？啊，免贵，姓张。啊，张先生，您请坐。哎，张先生，您这药一定要用云南麝香吗？换做四川麝香可不可以啊？大夫说了，云南麝香最好。哦，行，没问题。这药我们这儿能配，只不过啊，您得多等一些时辰。您看，您是坐在这里等喝点茶呢，还是给我们留一个地址，等药配好了，我们送到您府上去？这太好了，那我给您留个地址吧。行。哎，小石头，哎，来把笔墨给先生。好。啊，对了，您的这个药的价格怎么算？现在的官价，云南麝香是20大洋一钱，但是因为我们铺里没有现货，耽误了您的时间，所以给您算18大洋一钱。那这太好了，我现在就给您留地址。哎，给您。哎，好，张先生您放心，1个时辰之内准到。那我就回家安心等着了。好，告辞。哎，您慢走啊。小石头，哎，这附近的药铺哪家有卖云南麝香的？哦，这得去问邵东家了。快去问。好。少华，哎，你是不是糊涂了呀？云南麝香我们去买20块，卖给别人18块。我没有糊涂啊。但是我们也不能自己亏钱给客人配药呀。因为我想赚更多的钱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爷爷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只要是这客人进了门，就不能轻易把他推出去。但是我们没有这味药啊。所以我们要到别的药铺去调货啊。调货可以，但是账不能这么算呀。我们可以不赚钱，平价出给客人，但是也不能自己亏钱呀。大顺，你先别急，我慢慢跟你说这个事儿。我也没急，我是觉得你这么算就亏了呀。坐。我爷爷还跟我说过，这一般的药铺啊，只能做3里之内的生意，但是一家真正厉害的药铺，能把生意做到几十里、几百里，甚至几千里之外。而要想把生意给壮大，第一，要有别家药铺没有的秘药；第二呢，要有别家药铺没有的服务。咱们陈记药铺现在没有自己的秘药，所以只能在服务上多下功夫了。可是这个亏钱做生意，算什么服务呢？是，这一单呀，咱们确实是亏了2块大洋，但是却给那位客人留下了别家药铺不能配的药，咱们陈记药铺都能配，而且价格还便宜的印象。我相信这位客人下次还会再来，也会常来，说不定还能给咱药铺做宣传呢。这可是20块大洋都换不来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有点道理啊。还有那位客人啊，穿着体面，你再看看这个地址，南锣鼓巷。我虽然没来北京几天，但我知道住在这儿的人非富即贵。如果咱们能借助这次送药的机会，打开一些局面，大顺儿，这可是200个大洋都换不来的啦。这些也都是你爷爷教你的呀？这些是我自己想出来的。你咋这么厉害呢？因为我是楚韶华呀。
你快去后院忙去吧。我想再欣赏你一会儿。你不去忙啊？那我可去后院帮忙了啊！你还真去啊？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个没规矩！你大哥这就到家。饿了。你这2天你去药铺那边，你看见你嫂子没有啊？这周末见着呢。他在药铺那儿干活，他偷懒没有啊？偷不偷懒的我不知道。然后我见着他的时候，他前天跟客人聊天呢。钱塘，他还跟客人聊天，他这日子过得挺自在的。既然这样，还给你弄回来了，弄回来。我今天算了算账，从你坐镇开始，这药铺的收入每天都在增加，特别是昨天，前所未有的丰厚。嗨，还得归功于人家张先生，人家那一口气几百大洋的时令汤补增肌。要是多几位张先生就好了，我和爹啊就不用发愁这生意不好做。怎么，陈先生，赚这点钱你就满足了？那你还想怎样？我觉得咱还能更好。还想多好呀？我怕你动了胎气，不能太贪了。我就要贪。有句话叫贪得无厌。走吧。来吧。哎呦，来，开门吧。大哥大嫂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大哥嫂子吃饭吧。好。娘，哎呀，那个，我就先不吃了，我今天太累了，我想回去先躺躺。哎呦，这聊多大的天啊，把自己累成这样，啊，饭都不吃了。娘，我跟您说个事儿，明儿个我就不想去那药铺了，我想在家里待着。啊？我在那药铺里头，一个人又要给鸡血藤切片，又要给那穿山甲研磨，根本就忙不过来。大顺儿他也不帮我。我在前面招呼客人呢，我哪有空帮你啊？哎，我明明看你在跟那些客人闲聊天啊。那我也叫你去聊呀。你说这客人这个态度不好，骂了你，你脸又过不去。反正明天我说什么我也不去了，忙死忙活的还给挨人骂。老大家的，你别忘了，你不是什么富贵人家的千金大小姐，药铺上帮个忙干点活，不是人骂你2句又怎么了嘛？娘，哎呦，您可不知道那个药铺里头，反正我是真受不了了，娘。受不了你也得受。明天啊，你说什么你得去药铺上啊，去帮忙，别老想着怎么偷懒儿。啊！哎，好吧，那赶紧吃东西。陈家大少爷，谁呀这是？陈家大少爷，你们先吃，我去看看啊。娘，我也去看看啊。你，陈家大少爷，怎么了，大婶？大少爷，我家栓子突然肚子疼，大夫给开了药，可是呀，跑了好几家药铺都关门了，你帮个忙吧。好，别着急，大婶，你需要什么药，我现在去帮你找。哎，啊，有劳了。你先回去吃饭，别等我了啊，去就回。走吧，走吧。嫂子，你还是吃点吧。我又想起来一个让生意好起来的招数。哎，
人参1.5钱，炒白术5钱，茯苓3钱，山药4钱，莲子5钱。张海龙，曹春生，您稍坐片刻。爹，您回来了。哦，爹，你不后天才回来吗？怎么提前了呀？看来我回来的这不是时候啊！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先上楼，我慢慢给你解释。我这才走了几天呢，这就乱成这样了。哎呀，爹，您别着急嘛。来，您坐。你先看看这个，看看账单。半个月这收入就涨了这么多吗？都是韶华的功劳。他？您不在的时候人手不够，我就临时拉他来帮忙。没想到啊，他竟然完成了几笔大单子。你看，就这几笔，这几个大客户，全是在他的鼓动之下下了依据时令进补的单子。新招来的那2个伙计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不是承诺通宵开业、街坊送药、待客煎药、上门加工补膏吗？哎，这一下子人手不够，所以就临时招了俩。难道你不知道，要招人，这就得加工钱了？可是现在的生意比以前好了不止1成啊！这都是韶华的主意吧？对。他倒是有点小聪明。爹，要不然就让韶华大药铺正式来帮忙吧。那不行，我们陈家就是再不济，那也不能像穷家小户那样，让儿媳妇抛头露面，那成什么了？但是韶华对青药铺真的很有心得啊，爹。一样，大顺，你让他在家，不是可以一样辅佐你吗？爹，我觉得行了，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不想在家待着。我倒觉得，眼下你回家待着比较妥当。为什么？你想想，你肚子里现在有个孩子，你别忘了，你要在药铺帮忙，每天天不亮就得出门，天黑了才能回家，这路上来回奔波，万一要有个闪失，伤着孩子倒没事，但要伤着你，那我就可太心疼了。大叔，我不怕累，我也不怕辛苦，你知道对吧？我知道。我就怕被圈到那个院子里面一辈子。我知道，不会的，啊，你相信我，我保证，等你生完孩子，坐完月子，我一定想办法说服你，让你在药铺做事情，啊。那还要等？你再坚持几个月。给我。娘，热水给您打好了。既然老爷都发话了啊，从今儿往后就不要再出这个院门了啊，好好的家里头给我待着，听见了吗？啊，没个眼力劲儿。来，你帮我把这个簪子给我换上。
不给我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扎我肉了！行，哎，哎呀！哦，凉毛巾呐！你说你让我擦哪儿？哎呀，怎么着？说你两句你就不爱听了，还跟我耍脸子？这了得你还你我反了你了，我就反了！哎呀，反正哎老大家的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他打人的，他呀反了你了你！哎呦，我的珍珠耳环呐！我的珍珠耳环那3块大洋啊，你赔得起吗你？你这站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扶起来！哎呀！珍珠粉涂面，令人润泽好颜色。老大家的反了你啦！嫂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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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能随便出门的。大帅，少华，大帅，怎么了？爹，珍珠粉。怎么了？什么珍珠粉？来，你坐，你快扶他坐着。哎呀，慢慢说，慢慢说。爹，咱可以把这珍珠磨成粉，然后再混合着当归、桃仁、川芎、白芷、白附子、白及的粉末，制成让皮肤变白的美容粉来卖。美容粉？对，这除非是生病啊，这一般人都不会进药铺，就算是去药铺也是就近，所以药铺的生意只能覆盖3里内的人家。但是咱要是卖这美容粉，那就能打破这2种限制，让咱陈记药铺提高2成的收入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药用珍珠和这种珍珠根本这就是2样东西呀。药用珍珠？那我们可以去采购药用珍珠呀。我们这是药铺，卖上这种东西，那岂不是不务正业了？爹，所谓药医者仁心，药到病除。对于女子来说，容颜不美，它也是心病，所以，咱药铺卖美容粉也算正业。爹，我觉得韶华说的对啊。而且，天下女子她无不爱美，这往往为了好看都不吝金钱。以现在珍珠的价格，要制成1盒美容粉，超不过100文。但咱的定价尽可以往1元2元去定，那利润不知要比其他成药高出多少呢？爹，我觉得韶华这个法子可行。那一家药铺要想发达，你必须得有属于自己的秘方秘药。我们陈记药铺一直这个生意上不去，就这方面吃亏啊。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美容粉做成我们自己的秘药，那陈记药铺发达不就指日可待了吗？哎呀，大顺，你现在这也是一套一套的啊！爹，我都是跟韶华学的啊，我也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。没想到啊，你还在你爷爷那儿得到了真传了。算不上什么真传，只不过是小时候爱听爷爷讲故事，所以不知不觉的也学到了一些东西。好，挺好。爹，要不就让韶华正式到药铺来帮忙吧。你说以他的才干，你天天就在家里洗浴做饭，多可惜呀！娘，怎么了？你今天你要不给我做主，你要不收拾他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我当不了。就是他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，我今天我就说了他2句，他就要跟我动手啊！娘，
韶华不是这种人。他可骑到你娘脖子上了，你还想着他？你个没良心的东西，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个窝囊废呀！没良心的东西！娘，您误会我了。我没有误会的，他真的是要动手，这可了得呀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就把你娘扶到这儿来了？老爷，他满嘴的胡说八道，还不承认？娘，我刚才啊是为咱家药铺想到了一个秘方，然后这一时兴奋，就把这水盆给打翻了。哎呦，娘，我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，是我不对，我动静太大了，让您吓着了。娘，你看，那都是误会了。受不起哟，老爷。行了，别哭了，我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啊！老爷，少华，哎，爹，我三儿，哎呀，你既然做了我们陈家的媳妇儿，那就得守我们陈家的规矩，啊，孝顺父母，谨言慎行。就算你娘，她的做法不能如你的意，那也要呢顺从包容，这才是正理吧。爹所言极是，韶华错了。你这个孩子啊，聪明有余，涵养不足，难当呢料理家务的重担，也不配在这个家里呢享受清闲。罚你到药铺来办公。真的？必须重重的罚。那老爷就这？家和万事兴，罚他了啊！这样，把你娘扶回去，好好休养，啊！想开点吧，去吧。顺盆，你们都要慢点啊。成了。成了。宋平，啊，还真是宋平啊，变了个样了都。哎呦，真好看了啊！那别说啊，这玉龙粉效果真不错哈。行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先做几盒卖卖看啊。爹，要不咱这第一批玉龙粉呀，咱不卖，全送行不行？全送？那怎么行啊？哎，能不能不一惊一乍的？哎呀，韶华，哎，说说你的理由。哎，这玉龙粉呀，这功效大家也都看在眼里，这用过一次肯定是丢不下的。但咱这东西呢是个新东西，定价又高，这顾客乍一看一定是排斥的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咱用免费送的方式，让别人先接受了。我相信啊，只要别人用过一次，肯定就会来第二次，甚至第三次。哎，那你打算送出去多少盒啊？至少50盒吧。啊？行，既然是送嘛，那就把这3钱一盒给他改成1钱一盒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好，那就听爹的安排。那我提议啊，那这50盒就先送给我们陈记药铺的那些大客户的家眷们，一来算是年终回馈嘛，二来这个大客户的都是非富即贵，他们这些家眷用好了，那肯定会帮我们宣扬宣扬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哎，这样好，这样好，有道理。不，我是觉得应该全部送给那8大胡同的姑娘们。韶华，你怎么知道这种阿达的地方啊？ 8大胡同在哪里？不要问。嫂子，哎，你去过？
怎么可能去过呢？他我偶然路过的。少华，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，对吧？对，我是听说，我听说这全北京城最时髦的打扮，都是从那八大胡同里开始的。我就心想，要是这八大胡同的姑娘们都开始用羽绒粉了，那过不了多久，全北京城的女人们也就都会跟风，那咱就不愁销路了。嫂子，那儿的姑娘干什么的？叫你不要问就不要问，去做饭。啊，娘，我下去做饭了。娘，要不你也试试？我才不用呢！贱人的地方，他们用的东西你给我，白给我都不用。娘，您这衣服上的卷边啊，就是从八大胡同里兴起的。爹，我觉得韶华说的挺有道理的。这些娘们儿啊，每天迎来送往的客人啊，都是天南地北的，他们一句话，咱这可就传着去了。哟，你这又兴奋了啊！你谈这些，你怎么这么兴奋呢？爹，我也是听说的。爹，要不这样，您把羽绒粉全交给我来打理，1个月内，我保管赚回所有的成本；3个月内，我把这羽绒粉变成咱陈记药铺最赚钱的货品，成吧？呀，韶华，这个时候，你可不能太辛苦了。是啊，你是有身孕的人了。爹，我自有分寸。高。那个羽绒粉，你怎么？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事儿来了？二顺呢，让我问问，他说了，他想试试。就他？哎呀，他不是老小嘛，孩子不懂事儿，又交一些那乱七八糟的朋友，难免做出一些那糟糕的事情来。可自从你给他打发回老家去反省，这孩子一直都规规矩矩的。这次他回北京城，他也没跟那些人来往。这个事儿啊，最好还是让韶华去做。一个妇道人家，他能干什么？与其给他，你不如给二顺。儿媳妇她毕竟是外人，儿子可是咱们亲生的，还有二顺可不小了。你要不给他找点事儿干，整天这么游手好闲的，这孩子可就真废了。容我想想，行吗？只让我点货记账。爹也是为你好，你还有些日子就要生了，你不能到处乱跑啊。这卖羽绒粉是我想出来的，这怎么卖也是我拿的主意，怎么就给二顺不给我呢？都是一家人，给你给二顺不都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哎呀，好了，你现在头等大事是他，你其他的等他生出来之后再说，也不晚呀，好不好？啊，等一等。那50盒羽绒粉送出去2天了，没有一个顾客上门订购，甚至没有一个人来问询。不应该呀。老二，哎，爹，那50盒你这都送到哪儿去了？百顺胡同、胭脂胡同、韩家胡同、石头胡同，总之嫂子让我送的我都送到了。你每家都送啦？嫂子，这一共就50盒，哪能每家都送啊？
那就再送50盒。还送啊？对，还送。来，你歇会儿，喝点水。哎，怎么样啊？今天还是1盒都没卖出去。家里还剩多少？还剩100盒。全送了吧？全送。对。你知道这100盒的成本是多少吗？知道。你想清楚了吗？别送100盒了，50盒就可以了。也行吧。你去忙吧，我来。你好，请问要买什么？请问东棉胡同怎么走？哦，出门左转，一直走就到了。好嘞，谢了。哎，二顺，哎，嫂子，今儿个把那剩下的50盒也送了吧。得嘞，就等你这句话。1盒也别送了。爹。爹。少华，前后这送了150盒了，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成效，这说明啊，你这个法子啊，根本没用。法子肯定是有用，可能还是咱送的太少了。8大胡同都送遍了，还少吗？也可能是那些姑娘才用了几天，还没见着效果。就到这儿吧，就到这儿啊！羽绒粉不做了，这，剩下这50盒，咱们留下来慢慢卖，能卖多少就卖多少吧。爹，咱现在不能放弃啊！这就好比这烧一壶水，都烧得差不多了，就差最后一把柴，立刻就能开。少华，照你这么做下去，这个事情就没完没了了。爹，您听我的，再送50盒。不送了，这50盒也没多少钱。没多少钱也是钱呐，啊，1分1厘，这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，它不是大风刮来的。舍不下小钱，怎么能挣大钱？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，你们楚家呀，这是怎么垮掉的？我们楚家垮就垮在没有远见。少华，你说什么？哎呦，这是陈记药铺吗？是。这羽绒粉是你们这儿的？对，是我们这儿的。还有货吗？我要100盒。有。爹，另外我济南府的姐们儿也跟我打听这羽绒粉的事儿呢，说让我帮她带200盒。有，都有。哎，有代发吗？有，都有，代发也有。就是这家，是这儿吗？哎，需要什么？这就是吧，就是这个。需要什么？请问。掌柜的，这个羽绒粉给我来3盒。哎，好。我要5盒。好嘞。我也要3盒。小石头，掌柜的，哎，我们家太太让我来买羽绒粉，请问有现货吗？不好意思啊，现货没了。哦，那什么时候有货呀？最迟后天吧。爹，那行，我订10盒。我刚才口不择言，您别跟我计较。还不快去招呼客人？哎，我这就去。伙计，赶快！来，快帮忙！哎呦，小石头，把叫你系上。大顺，怎么了？啊？我这咋了？怎么了？啊？